Hello，大家好，我是 Tim。Hello，我是 Cassie。今天我们讲 X。 SpaceX 今天讲的这个也没有那么硬核吧，需要喝酒啊？没有，我是怕我自己听不进去。今天我们讲的是 SpaceX 的一个最新最振奋的一个消息，就是在5月27号下午的4点半，然后 SpaceX 会发射它的龙飞船 Dragon 2， 也叫龙2，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像黑社会的名字？这个飞船呢会由 NASA， 就是美国宇航局的2个航员 Bob Beacon 和 Dale Hurley，完成 SpaceX 的载人飞船的首秀。所以是后天哈？对，是后天。但是这个不一定能发射成功，是因为你知道发射飞船、卫星、载人航天最重要的是天气。截止到今天目前为止的天气情况是，周三的发射几率只有40%。这么低吗？对，比较低。是天气原因不好。天气原因，所以可能有60%的几率会挪到备用窗口，也就是5月30号和5月31号来进行发射。所以有可能因为天气原因延后。是的。然后这次发射呢会在肯尼迪航天中心，最著名的在佛罗里达。哦，就是好多次发射都在那里。因为它要接近赤道，对，肯尼迪发射中心是接近，这个会减少很多的燃料成本。这个我就大概讲一下就行了。要喝一口酒吗？我讲的这么无聊吗？它是在它的黄金发射地，就是 LC-39A， 就是很多的著名的飞船，然后火箭是在那边发射的。来张照片。对 ，Elon Musk 在这边还会做一个强力的植入，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说服了 NASA， 就是他要做广告。对，他2个特斯拉的广告吗？对，猜对了，就是他会用特斯拉的 Model X 来运送2个航天员从他们的主大楼运送，一共有10几公里吧，我记得就是。然后那个鹰翼的车门这样打开，然后2个宇航员走下来，护送的宇航员缓缓的，应该开得很慢，为了广告，然后慢慢的开着发射中心，而且他们车牌号也很有意思，他们车牌号会是 ISSBND， 就是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就是国际空间站，目标直指国际空间站，是这个意思。有。美国的航天飞船已经退役了很长时间了，是2011年就已经退役了，就是最后一次飞行是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船最后一次飞行，然后之后2011年到今年2020年这9年的时间里，美国的载人的所有的飞行都是买的是俄罗斯联盟号的船票。哦，他是用别人的飞船。对，他一直是用别人的飞船，就是节省开支吗？对，因为航天飞船太贵了，所以他们必须撤掉这个计划，然后买的是俄罗斯的飞船。但是俄罗斯的飞船自从2011年那个航天飞船退役以后，俄罗斯人就趁火打劫，坐地起价，对，船票水涨船高，卖了特别特别贵。为什么不赚这个钱呢？是因为它是垄断地位，所以没有任何可以。美国撤下来了以后，只有俄罗斯可以，中国还在培育中，美国就感觉被坑了。就是美国就又太贵了，美国做不起了，然后再加上俄罗斯的飞船他自己做的心里又不太舒服，就觉得总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安全，还是自己的最好。对，所以还是自己的最好。所以 NASA 就怎么样呢？ NASA 就培育了自己的很多小弟，秉持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就是用有限的资金养了一堆小弟。这小弟中最出色的就是 SpaceX。NASA 不光养了 SpaceX 小弟，他的小弟还包括波音，还有蓝色起源，还有内华达山脉。但是 NASA 的心目中的当红炸子鸡就是 SpaceX。 为什么？是因为它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便宜，它性价比高。对， NASA 就是NASA 只投了26亿美金给 SpaceX， 就有了这么如此好的成果。他自己的猎户座他一共投了200亿美金，所以这个对比来说，把这个 funding 投给 SpaceX 是非常划算的。他的竞争对手就是另外一个小弟波音，NASA 投给波音投了42亿美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好的成色，所以 SpaceX 是非常 Elon Musk 这个人还是真的是很厉害的。说到龙飞船的价格，你猜一艘龙飞船多少钱？一艘龙飞船的成本是多少钱？应该是几十亿这样吧。1.6亿。
他投资了26个亿，投资26亿是用来做研发，但是实际上的制作成本才1.6亿，只有1.6亿，所以非常的便宜。然后对比一次航天飞机的发射是5亿美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NASA 把航天飞机给砍掉来发展这些商业的航天科技公司，因为它能更节省成本。有1.6亿美金，但是它有7座，相当于折算起来一张票只有2000万美金。而对比俄罗斯的联盟号的船票是8200万美金，而且联盟号只有3个人。而且以现在的全球富翁的这个财产总和来说，这2000万美金很多人能付得起。离开地球，真的很多人做得起这个，他们不觉得这是个事儿。联盟号只有3个人，龙飞船有7个人，4个人打麻将还凑一桌斗地主。但是他现在龙飞船能飞去哪？绕地球飞行？是绕地球飞行，和主要的目的是龙飞船是要跟国际空间站接轨，运送宇航员去国际空间站做实验，做一些研究。然后它可以往返。对。我再给你讲讲黑科技 SpaceX 的黑科技，就是它比别人优秀在哪儿。首先我们说是电力系统，你看到很多那种飞船然后卫星还有国际空间站，他们的电力系统是什么样的？就是那个像展开的那个太阳能电池板。对，它靠太阳能。对，它有很多那种机械结构电力控制来让那个太阳能电池板来展开。然后就是龙飞船做了一个非常集约化的设计，就是它设计了就是把整个太阳能电池板包裹在了那个龙飞船的外壳上，所以它没有支架，它不需要展开，也能提供足够的电力。所以它省成本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 panel， 就是这个 panel 是集约在那个外壳上，飞船的外壳上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7个人，就是 Elon Musk 就有那种偏执。你知道一般来说 NASA 的远征军一般是6个人一组，他为什么要设计7个人？我个人猜测他就为了让这个载人人数和那个 Model X 的载人人数是一样的，所以他设计了7个人，这是我自己的猜测。他就认为就是你以后的逃生计划的时候一定要开着特斯拉的 Model X， 然后载着全家7个人，然后冲去那个发射火箭的基地，然后逃离地球。对，这7个人你感觉人数很少，但是相对于联盟号只有3个人来说，他非常的厉害。中国的那个神舟载人航天飞船也只有3个人。所以目前常规的或者以前常规的是只能载3个人。飞船是只能载3个人，但是航天飞机可以载很多人，但是航天飞机特别的贵。7个人和3个人最本质的差别是2011年到2020年，因为联盟号只能运送3个人的关系，国际空间站的一直承载的宇航员的数量一直都很少，只有6个人，最多时候只有6个人。所以国际空间站是能容纳更多的人的。对。它是一个空间站嘛，就像一个车站一样。联盟号相当于是那个车来回运人的。它为什么只有6个人？就是因为每一次联盟号只能运3个人。当遇到紧急情况，你看我们看到这么多电影，对不对？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你用飞船把它运回来的时候，联盟号一次只能运3个人。如果有6个人的话，如果超过6个人的话，需要2艘以上的联盟号来回。所以你剪刀石头布来决定谁来先逃离嘛，所以这很不现实。所以国际空间站一直人数不能是满员，不能发挥到最好的效用，因为太危险，所以这次7个人就会大大的让国际空间站能更好的发挥。也就是说以前可能国际空间站能做的事情，因为送上去的人只有一半，所以只能做一半的事情在同样的时间里。但是现在就大家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开发很多事情。对，这个蛮厉害的，这个能相当于是以前1年的工作可能半年就做完了。对，然后再派人过去就可以更有效率的发展。非常有效率，因为时间也是成本，有时候时间是更大的成本。所以如果能节约更多的时间，派更多的宇航员上去，能做更多的实验或者做研究，能节省更多的金钱。哇，那如果要是这样看的话，如果后天的这个发射成功了，那就意味着未来10年地球上的科学技术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教育跟太空有关系的研究，包括对地球的研究，包括还有气象这些的研究，可能都要以前是成
成好几倍的增长，指数增长。对，那个联盟号或者神舟飞船都是3个人，而且非常的拥挤，大家挤在一起，坐的特别不舒服。对，全在那，因为要节约空间。然后龙飞船就 Dragon 2设计的非常的宽，也是 Elon Musk 的偏执念，或者说是美国人的执念，因为美国人就喜欢那种，你看美国人的车型就是那种我必须要有足够的个人空间，不要进入我的 comfortable zone。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可以设计的大，但是还要考虑到所有成本和完成度，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好奢侈啊！对，而且龙飞船相当于是一个高铁的1等座。俄罗斯的联盟号就相当于是一个绿皮火车的硬座，返回舱所有都是触摸屏，就跟电影里非常非常像，有 extra leg room， 你的腿可以伸得很开，相当于他把前面的那种仪表盘是不是都去掉了？就和那个特斯拉的车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屏幕。对，然后你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一个高度智能化自动化的操作系统来进行完全操作，就是相当于比如说10年前的科幻电影上面的那些电脑制作的画面全部变成现实了。是，你知道对比联盟号这时候你知道还是什么样吗？它不光做了几，它还是用很多是键盘，是机械的键盘，摁，不是用手，是用小棍儿。因为太远了，你比较远，因为他做的动作，他设计的座位不是很舒服，所以他是用小木棍儿，开玩笑是小木棍来戳那个按键。而且因为它是很多是机械化的，它对宇航员要求很高。这个龙飞船的高度智能化和自动化的触摸面板，使得航天员的要求变低了。这又进一步的节省了培养航天员的成本，你知道这个成本也是相当高的。训练他，然后要让他学会还要记得所有的操作的指令什么的，所以让航天员的门槛降低了很多，这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我刚刚突然有个脑洞，就是你看现在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开车，对，然后开车就是属于就是一个大家都会的一个技能了，然后大家现在只有坐飞机或者火车才需要 driver， 需要就是所谓的驾驶人员。那慢慢的好像现在很多个人会开始去考飞行员的执照或什么的，所以飞行员执照可能将来有一天，可见的未来还是有钱人可能会去考一个宇航员的驾照。对，我是在想可能以后开飞机这件事情就跟考驾照是一样的容易的事情，就人人都会开飞机的时候，我们都是经常会就可能我有个朋友会开宇航员，对，我有个朋友会开飞船就是去外太空的那种。飞船是有8个那个发动机来推动的。你知道有些你看过一些火箭吗？它上面有个尖尖的东西，像中国和俄罗斯的火箭都有个尖尖的东西，那叫逃逸塔。就是在飞船飞行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意外，逃逸塔会提供一些动力，把那个返回舱带着人的那返回舱拽离那个飞船，然后来进行逃生用的，所以叫逃逸塔。然后龙之船就把这个逃逸塔的设计给去掉了，它是用8个嵌入的那个发动机，就叫 Super Draco 来推动，就如果有任何意外，它会推动那个返回舱脱离那个飞船，脱离那个火箭来进行逃离。所以它不需要额外的一个东西，它不需要额外逃逸塔，因为那逃逸塔正常的话，你发射的话2分钟不出意外的话，那个逃逸塔就会扔掉，它会自动脱离来扔掉，那个是非常大的成本。所以在这点上，龙飞船又节约了很多很多的成本，这也非常厉害，而且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但是还有更黑科技，那8个发动机都是 3D print 3D 打印的发动机，所以模块化集成化的发动机的生产很轻松啊，非常非常快，成本的控制也非常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整流罩，就是你看一下那个长征火箭，不是总有一个圆圆的顶上有像圆柱体的，也像锥形，有点像切开的那个椰子，包裹住，那个叫整流罩，是保护那个飞船或者保护卫星不受外太空的那个气动力和气动热力还有深震的影响，保护那个脆弱的卫星和飞船的。然后在龙飞船这也取消掉了，因为龙飞船的外壳他们设计的就是足够保护它，所以它只需要那层就行了，只需要那层，而且那层是可回收的，这点非常厉害。正常的整流罩就是
发射到空中，到那个外太空以后，那整流罩就会撤掉，然后就扔掉了，相当于一个整流罩就500-600万美金就扔掉了，所以在这也是成本的一个节省。这次龙飞船的载人飞行还是有一点点妥协的地方，就是正常的话，你看过之前的回收，就是那个龙飞船或者是那个它的猎鹰号火箭都是在陆地上回收的，它回来会着陆，对，是用一个火箭的反推作用让它着陆的，而且又会回到它目标的一个地点，对，它设计好的一个平台、一个发射台、一个回收台。但是这次呢 NASA 为了安全还是用了最传统的方式让它掉到海里，就是用降落伞的方式让它掉到海里，因为水箭的方式，对，就是怕出问题，因为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但是Elon 想了，我都能猜到 Elon 心里想肯定这个方法是很 low 的，他不想这么选，他想 show off， 对，他想 show off 他的技术，但是这一点上他妥协了，因为我猜他们应该吵了很多架，对，最后还是因为妥协，毕竟 NASA 是金主告诉你必须这么做的时候，因为宇航员不是 SpaceX 的，宇航员是 NASA 的人，他要保证宇航员的返回就是安全，所以这是我也能理解。我们说一下这个龙飞船最大的意义就是美国这个航天科技工业界在经历那么长时间30年的时间，终于孵化出了一个完整的商业化的航天市场，航天科技市场，就是它不需要 NASA 自己来研究，这个走向的方向是正确的，对，就是你不能一直都是属于比如说组织上去承接这个事情，然后或者是只能这个团体而没有竞争，我觉得其实就是市场，对，你就是市场，就是像呢他养了很多小弟，哪个小弟能打就让哪个小弟上，就谁擅长做什么事情，而且给小弟分的钱比自己做研究的还少。你想想，我之前跟你讲他200亿花在猎户号上，他给了那个 SpaceX 26亿，给了波音40多亿，还给了其他几十亿，加起来可能就100亿出头，就发展了那么多个商业，而且他们互相竞争，只要有竞争才会使得科技这进步更快，迭代的更快。这个成熟强大的商业市场会拓展一个新的领域，就是未来的太空大航海时代。而且这个事情是对最近这段时间对于美国市场整个市场的信心恢复非常重要，就像发射一个礼弹一样，大家都希望如果这个礼弹发射的成功，肯定是给整个美国对疫情的恢复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就是人心会突然凝聚在一起，觉得就是科技的力量一定能让我们战胜这个疫情。对，如果发射成功的话，周三的股市会暴涨，对，周3、周4的股市我相信会暴涨。但是如果它发射不成功，呸，我特别希望它发射成功。如果发射不成功，肯定对美国市场肯定还是整个会有影响。最后以一个著名的日本的太空剧银河英雄传说的台词，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和大海。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和大海。对，我希望就是后天的这个发射能够成功，因为它代表着全人类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不分国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朋友们记得要点赞哦，还有留言问我们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你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或者是你知道了更多的信息，然后我们期待着跟你在留言板块的相遇。那么如果喜欢我们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呀，然后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推送出更好的节目。OK， 拜拜。